我们的题目是强化学习在不完全资讯赛局中的应用。以游戏 COP 为例，我们在寻找毕业专题题目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这个研究的启发。那他们透过强化学习去制造一个可以配合人类玩家在阿瓦隆这个游戏中找到友方，然后透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去取得胜利的深度网络模型。所以我们就认为可以把同样的概念用在类似的游戏中。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先说明这款游戏的规则以及我们在研究中所做的限制。首先，该游戏原先是一个吹牛游戏，但由于时间跟技术的限制，本次研究将吹牛的部分移除，并将重点放在模型怎么去透过部分的资讯选择合理的动作，甚至隐藏资讯去扩大优势上。COP 游戏中，每位玩家会有2张称为 Influence 的手牌，而玩家可以透过行动去减少对方的 Influence。当一名玩家使对方失去2张所有手牌的时候，就赢得游戏的胜利。那这个游戏的核心机制在于，玩家每回合可以执行的行动集合是基于手上所拥有的手牌，还有 coins 的数量去做决定的。Influence 总共分为上面这5种角色，分别是 Duke、Captain、Assassin、Ambassador 跟 Contessa。每一个角色它都有对应的主动以及必定会触发的被动效果。搭配上 coins， 我们把所有可执行的动作还有条件跟效果都整理成之后的表格。那开局的设置是像这样子 ：A 玩家会从5各有1张的一个牌堆中选择1张牌 ，B 玩家也会从各1张的牌堆中选1张牌，最后2个人再从公用牌堆中各抽1张牌，然后把公用牌堆的剩下3张牌作为牌库开始游戏。接下来这边就是我们所有可以执行的动作，上面这2个动作是不管你手上有什么角色都可以执行的，分别是 Income 跟 Foreign Aid， 一个是拿1块钱，一个是拿2块钱。接下来如果你有 Duke 的话，你会多一个动作叫 Tax， 可以拿3块钱，那你的被动效果会多一个可以让对方的 Foreign Aid 失效。如果你有 Captain 的话，你会多出一个 Steal， 那 Steal 是从对手身上拿2块钱，如果只有1块的话就只拿1块，那你可以让对方的 Steal 失效。Assassin 的话会多 Assassinate， 它可以支付3块钱让对方失去一个 Influence。Ambassador 的话，它可以多一个 Exchange， 从牌库中多抽2张牌，然后搭配自己的手牌决定要留哪些牌，然后把2张还回去牌库中。被动一样是让 Steal 失效。Contessa 只有被动，它可以让 Assassinate 失效。那任何人只要手上超过7块钱，就可以花7块钱，或是7块钱的话，你就可以花7块钱去让对方失去一个 Influence。那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手上的钱超过10块钱的话，你的动作就会只剩下1个可以选，也就是你只能选 COP， 你并不能不断的累积金钱。那这边是游戏流程，它就是玩家 A 先选择一个动作，然后看玩家 B 是否失去所有 Influence， 如果还有的话，就继续进行游戏。那 B 选动作，然后看赢了没，然后就继续进行。因为 Exchange 这个动作呢，它是有非常高的主动性，但我们并没有写出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让模型自己决定要留哪2张牌，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判断式。那 Exchange 的留牌条件呢，首先我们会先考虑对手身上有哪些牌，比如说如果对手手上有 Contessa 的话，我们就不要留 Assassin。如果对手身上有 Duke 的话，我们就留 Captain。如果对手手上有 Captain 的话，我们就留 Ambassador。没有 Ambassador 至少也要有 Captain。那对手身上有 Assassin 的话，我们就要留 Contessa。那这一些条件是我们经由沙盘推演去得到的结果，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范例，就是说，如果我们原先手上是 Ambassador 对加上 Duke 的组合，从牌库中抽出了 Captain 加上 Assassin， 在已知对手身上有 Duke 的情况下，留下来的组合里面就一定要有 Captain， 所以他会得到这3个组合。然后从这3个组合里面呢，我们会挑出胜率最高的组合。那最后就会变成这样子。模型的示意图是长这样，我们的模型是得到 observation， 也就是说它 agent 会看到所有他能得到的公开资讯，然后透过这个 neural network 去得到一连串的 Q value。那这个 Q value 它是每一个动作它的 Q 值，就是它的期望值能有多好的效果。那我们去训练这个模型，它的模型训练流程图是像这样子。我们会透过 forward function， 它观测环境里面现在能得到的东西，然后去判断说要执行什么动作。那这动作会丢回去给环境去执行之后 ，A 执行这个动作，然后 B 它对应给出了什么动作。那2个人都做完动作了，我们就可以去算出这回合得到的 reward 是好或是坏，就是多少这样子。那我们透过 backward function 再去更新模型，去确定说
OK，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动作执行出来实际效果是多少，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之后要怎么去更新，让我们的预测更准确。在这次的专题中，我们使用的是 Postman Q Policy，也就是说我们在模型给出了一连串的 Q value 之后呢，它并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动作，它是透过这个 policy 去决定要选哪一个动作的。那这一个 policy 的算法是将 Q value 透过指数函数映射成正值之后，然后再依照比例去把它转换成几率分布，然后用这个几率分布去选择动作。那因为这游戏中不是每一个动作都可以随意进行，就是有一些规则嘛，你可能要有某些牌才能执行某些动作，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个 masking 的方式去把不能执行的动作设的 Q value 设成负无限，去避免模型选择该动作，其余的 Q value 就保持原样。在我们开始进行模型的训练的时候，就遇到了 agent 的行动不够有效率的问题。因为对演算法来说，只要能赢下游戏，不管在第10回合还是在第1000回合，所得到的 reward 其实都是一样的。它不会去追求有效率的行动，所以我们需要把 reward 乘上一个会随着时间指数递减的 discount factor。这样一来 agent 才会为了追求最大的 reward， 试着早点结束游戏，并且在回合数大的情况下，模型也会因为各个动作之间它的效益差距变得不大，而去做出更为冒险的动作，避免回合数过长。那在经过不断的调整还有尝试之后，我们得出来的 discount 公式是 reward 等于 reward 乘以0.9的t4方。那这样的调整之下，我们把每一局所花费的 step 数从49降到了15左右。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1352这一局非常的不寻常，它的训练 step 数来到了37451 step。那是会这样子，是因为他陷入了某种回圈之中，也就是说 agent 他在这里选择进行 exchange 这个动作，但他并没有真的换牌，因为他知道对手手上有 captain， 所以他就留下了 ambassador 这张牌。那 V4他做的动作是 steal， 因为他不知道对手手上有什么牌，所以他就去依照自己的固定策略，我们所写的固定策略，他会先尝试偷对方的牌，看能不能偷成功。那因为对手手上有 ambassador， 所以他是没办法偷的，他等于没有做任何动作。那又轮到我们的 agent 他现在可以执行的动作有拿1块钱、拿2块钱跟换牌，但他选择的却还是换牌，然后又发生一样的事情，他换回原本自己那张牌。然后 V4因为对手换了牌，所以因为对手用 exchange 这个动作去隐藏了自己的资讯，所以他又不断的进行 steal， 去看能不能偷，然后又失败，他们就陷入了这样子的回圈之中，两个人不断的进行这个重复的动作。那这个就跟我们刚刚的解释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的解释中，我们想象应该要看到的几率分布应该是像这样子，它可以执行0、1跟5，拿1块、拿2块跟换牌嘛。那可是它实际上我们调出来它的几率分布的记录来看，它的几率分布在当时是长像这样子的，它不断的会去选择这个动作，它只有在极小几率下选中 income 还有 foreign A 才能结束这个回圈，并学会以后遇到这个情况要怎么应对。在 testing 的时候，我们找了情况相似的一局来看，去观察它的行动是否有进步。那我们就找了这个1585这一局。那他在 exchange 的时候，对手一样去进行 steal 嘛，然后一样因为对手有 ambassador 而失效。但这时候我们的 agent 他并没有在持续的去做 exchange， 而是他选择了 foreign A， 直接拿2块钱。那对手因为你没有在使用 exchange， 所以他知道不能再偷了。所以他就不会再偷了嘛，他就去选择其他动作，也是拿1块或者拿2块。那他这边一样就是拿2块，可是因为他上回合失败过，这回合就不会再去 steal。但是他就算这样子，还是没办法拉近双方差距，因为原本我们可以看到 agent 的钱他就是领先的，所以他透过持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其实就可以结束游戏。那这一局他只花了29 step 就结束，就没有像之前那样陷入回圈。在测试模型的时候，我们跑了10000局的对局，然后发现模型的胜率来到出乎意料的83.28%。这次的研究题目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我们设计出来的程式架构，它不是一个可以自我游玩然后学习的演算法，所以有很多研究上的限制都是因为对手是一套固定策略才导致而成。像刚刚提到的 agent 透过训练仿佛发现了他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去隐藏自己的资讯，让对方做出对自己没有杀伤力的动作。但
我们认为这个比较像是训练资料有所问题导致的 overfitting。毕竟可想而知，他这样的策略在面对对手如果不是固定策略的话，就表现会是很差的。现在模型它的这个出色的胜率，比较像是他找到了 V4，就是我们固定策略的弱点，还有设计缺陷，然后巧妙的去克制了对方的打法而已。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游戏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就是换牌的动作。那我们现在把它设计的很死板，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够好的方式去让它决定要怎么留牌。那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模型在复杂度没有非常高的情况下，也有能力去判断是否要进行 exchange。那我们可以看到，开局有 ambassador 的赛局，就是一开始是有这张牌可以 exchange 的赛局，它的胜率有80.84%，也是远高于单纯使用固定策略的话，有 ambassador 的开局是53.32。我们认为最大一点能作为未来改进方向的是 masking 应该要放在 reward function 的位置，改为透过给不合乎游戏规则的动作大量惩罚的方式，去让模型学会什么是正确的游戏规则，这样才能避免模型错估每个动作正确的价值。在当前的 masking 方式下，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像是cope 这个动作，它大部分时候都不能执行，因为那个动作的达成条件比较困难，你要有7块钱才能做，所以在 masking 过后，它是一个负5线嘛。那我们的模型很自然的就把它预测，就是都习惯把这个动作去预测成是一个非常低的值，然而在可以执行的时候，却还是因为这个值被预测出来很低，所以它不会去选择 cope。那它大部分那它最后就变成说，我们的模型它取胜的方式是不断创造 coins 的差距，然后在规则强制叫它执行 cope 的时候，它才 cope 赢下游戏的。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分改成像下面这样子，让 agent 在做出违规行为的时候去给他一个 penalty，给他一个极低的 reward 的话，在我们的 agent 虽然在训练初期可能会不断的违规，但只要在 agent 违规的时候直接判定他输掉，他就会在训练之后去找出游戏规则，然后更正确了解每个动作它实际上的价值，然后达到更高的行动效率才对。谢谢各位。